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5月18号。比特币做多，你做对了没有？早上起来，家人们按我的建议，坚定看多。今天早上是不是又有利润可以数？不过我个人手上目前也是有5到6笔的多单啊，或者每天在这边辛苦的解盘，其实也是想帮很多家人们一起赚钱，有钱的话一起赚。不过也是有看到很多空方的朋友，我只想说一句啊，回头是岸。那不然今天视频来聊一下。还是这个周线的 MACD 指标，上一次有跟大家讲，单周如果下跌接近10%左右，第一根死叉的位置有可能就是很重要的买点，因为在历史上2016年或者2015年底部起来之后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单周跌幅接近10%或者超过10%，第一根 MACD 死叉的位置就是很重要的买点，后面这个低点有破吗？那不然今天视频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就这个位置下一次的买点我们要怎么来判断，以及昨天有跟大家讲到的这一个波浪趋势指标，它的名称是这个 Wave Trend，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回顾昨天的视频，包括历史上的底部，它在50或者是负60下方，19年是底部，然后2022年是底部，包括2015年也是底部，而且它这个时间是有高度参考性，一般3年或者是4年的时间才会有一次来到这么深下跌的一个低档的位置，所以去年抄底的多单到现在，目前还是选择继续再爆。复盘之前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帮你拉进 VIP 组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 MACD 指标，就前面4到5天的一个视频，有跟家人们讲过这个知识。单周如果跌个10%，我们要留意，因为这一波从高位31K 到这一个低点，不管是26K，也是接近$5000哦。上一次从这个25K 到2万也是接近$5000，所以我是感觉空间非常的舒服，就是这一根 K 线跌幅是接近10%，10%它死叉的位置不要去看教科书上的，因为市场有时候往往都是反心理的，往往有时候市场在担心的是它。反而是重要的买点，因为它整个趋势是向上，特别是这种跌幅接近10%，就是有说明可能就是有散户在恐慌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历史上在2015年底部突破完以后，2016年的几个位置，上一次是跟大家讲，我们就参考这个2015年底部起来整个上涨的一个结构，它在这个箱体震荡的区间。这一根 K 线就是跌幅超过10%，或者是接近10%，它第一根死叉的 K 线 MACD 死叉就是在这一根，所以死叉的低点一定要去留意，买点就是买点，反正一定要给我坚定持有。包括当时2016年的这一根也是跌幅，它下影线如果算的话，跌幅也是超过10%，所以死叉的位置第二个买点。那现在我们要思考一下，目前的位置有可能还是在震荡，震荡什么时候有出第二次的买点？想跟大家讲，有压回的位置，你该买还是尽量要买。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目前比特币的短线。就周线里面，我们看一下，它这一根出来之后，它也是会再压回，但是这一根出来之后就没有再压回，包括这一根压回的位置也没有破这一个下影线的低点。所以下一次我们要去留意一下 MACD 什么时候开始缩住，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等 MACD 什么时候柱状开始收缩，甚至它开始金叉的位置，有可能就是下一次很重要的追价的买点，或者是它开始缩住的时候，我们也尽量留意还有没有压回的低点，因为相信整理肯定不会那么一帆风顺，既然是整理，那就不是长驱直入的进攻，所以。目前的形态，我们看周线的 MACD， 这一周我们要去留意一下，它应该有可能是要收一根多方的抵抗，那说明这一个死叉这一根大跌接近10%的最低点的位置支撑是非常的强，加上如果这一周能收一个多方抵抗，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有些人是在参考这个高位跟这个高位一样，这个高位这样子跌，这个高位也是要这样子跌，那我的观点，昨天视频也是有跟大家讲不同哦。这个位置是在箱体震荡，而且单周进攻的 K 线是在这一个，那整理的 K 线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、5根，有5根收盘价都是在这一根 K 线收盘价的上方，那收在下方的只有1根
两个，就整个 K 线形态自己去比对，收在这个上方的是大幅大于收在这个下方的只有2个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整个整理的结构是相对比较强势，有压回尽量要在这种位置。如果真的还有资金，或者是想再开闭本位的杠杆，我是选择压回的低点，继续选择闭本位杠杆。那我们要留意一下，它什么时候会缩住啊？就是柱状开始收缩，收缩有可能也不是代表，或者它继续放大也可以。有可能也是在这个位置整理。下一步我们要留意，它如果整理到位，还有没有一根突破，有可能就是要开始缩住，甚至 MACD 如果是在零轴上方金叉的时候，有可能整个行情是不是整理到位，要往上去突破。另外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i Cycle 指标，因为现在 Pi Cycle 指标在历史上，只要它红色的线金叉这一条绿色的线，就是说明牛市已经是确认。它这一个金叉时间有时候会延续的非常长的一段时间，包括它历史上15年的这一个底部，红色的线跟这一条绿色的线时差后面在这边，其实这个低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抄底的一个点位，后面大家在这边筑底完以后，红色的线跟这个绿色的线金叉我们可以看一下整波行情，这个 Pi Cycle 指标红色的线一直向上的。有时差过嘛？是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长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什么时候有见过它时差，一波行情是涨到什么位置都不知道，所以也是想跟大家讲，要珍惜目前初步牛市每一次压回的机会，不要等到高位的时候，到时候可能就要建议大家是不是要分批慢慢的开始减，不一定能减到这种最高位。如果能卖在这种喷出的位置，或者这种位置能卖在这种位置，我感觉就很幸福啊。所以目前已经有2次了，一次是这个位置金叉的位置，它有一次压回，不过这一次压回确实就是在守这一个红色的 Pi Cycle 指标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短期的日线啊，就这2天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一个压力位是 27.2K， 那昨天是有一个压回的低点，不是有跟大家讲吗？这个低点买的话，如果看4个小时，还有一个点位就是压回，这个低点是在破布林线下轨。那这一次破这个布林线下轨，前面几天视频讲的重点，敢买的话是不是短线也有利润？所以现在的一个行情是这样子啊，整个日线它已经是守在这个 27.2K， 就是这一个压力区，现在是变支撑，连到这个位置。压力区是变支撑，不过它会一帆风顺嘛，有可能还是在这个位置会箱体震荡。另外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的形态，上一次为什么跟大家讲下去你一定要买，不是有讲过几次嘛 ？KD 指标是在背离的结构，价格在破低 ，KD 在背离，而且 MACD 也是在背离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丝绸线4个小时，现在丝绸线还是空方排列啊，它上一次测了一次这个60 EMA。现在是回到60 EMA 上方，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下，它这个位置丝绸线并没有站稳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前一波牛市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低档的位置测了1次、2次、3次，后面在压回的时候，它这个低点没有破，所以这2天也是在跟朋友们讲，就是这个低点是很强的支撑。你如果真的有压回，刚刚的那个布林线，前面几天跟大家讲，就是这个位置就是4个小时布林线下轨的买点。那现在突破的话，就观察吧，有可能还会整理，也是不排除有可能会不会再压回，然后会不会再上去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